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中可能隐藏着数百万个螨虫？这些微小的生物不仅会导致皮肤过敏，还可能引发哮喘等严重的健康问题，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，长期下去后果吓人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99%的人都不知道，一些绿植或者花卉就蕴藏着驱除螨虫的神奇力量，只是大家到现在还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些螨虫天敌的神秘面纱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5种既能美化家居，还能释放天然物质，帮助你驱除螨虫的绿植花卉。让人惊喜的是，这些植物还可以放在卧室等螨虫集中的地方，呵护我们的健康。我很好奇，想问花友们一个问题：你有过螨虫的困扰吗？有的请回复1，没有的请回复0。1. 白掌 Spathiphyllum。 白掌也称为和平百合，是一种常见的室内观赏植物，不仅具有优雅的外形，还具备一定的驱除螨虫的能力。这种能力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净化空气的功能，白掌被广泛认可为一种有效的空气净化植物，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，如苯、甲醛和三氯乙烯等，同时还能释放湿气，增加空气湿度。由于螨虫喜欢干燥环境，白掌的加湿效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螨虫的繁殖。第二个就是分泌特殊物质，白掌的叶片表面会分泌出一些对螨虫具有抑制作用的物质，这些物质能够干扰螨虫的生存环境，从而减少螨虫的数量。第三个是白掌的叶片表面光滑且厚实，不易积聚灰尘和污垢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螨虫的藏身之所，从而降低螨虫滋生的机会。为了使白掌发挥其驱除螨虫的作用，并保持其美观和健康，日常养护十分关键。首先，白掌适合放置在有明亮散射光的位置，但避免强烈的阳光直射。过强的光照会导致叶片烧伤，而过弱的光照则可能导致白掌不开花或生长不良。其次，白掌这种植物喜欢湿润的土壤环境，但不能积水。建议每周浇水1至2次，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度湿润。冬季时可适当减少浇水频率。为了确保良好的排水性，可以在盆底铺设一些排水层。最后，如果你养护的白掌遇到了干尖的问题，那么极大的可能是因为空气过于干燥引起的，这个时候可以在花盆周围喷水来解决干尖的问题。2. 迷迭香 Rosemary。迷迭香是一种强效的驱虫植物，其驱除螨虫的能力主要来源于其独特的化学成分。迷迭香中富含的挥发性精油，如桉叶素 Eucalyptol 和樟脑 Camphor， 具有强烈的气味和杀虫特性。这些成分可以干扰螨虫的神经系统，使它们感到不适，从而避免在植物周围活动。此外，迷迭香的香味还能掩盖人体和宠物的气味，减少螨虫的吸引力，从而起到预防的作用。关于迷迭香的日常养护也不难。第一点，迷迭香喜欢充足的阳光，每天需要至少6小时的直射阳光。如果是室内养殖，最好放置在光线明亮的窗台附近。第二点，迷迭香对于温度有要求，适合在15至25摄氏度的温度下生长。它耐寒性较弱，冬季要避免霜冻，可以将其移到室内。如果想要迷迭香生长的茂盛，定期修剪掉老旧、枯黄的叶子，促使新叶生长是关键。最后，想要繁殖多盆迷迭香的话，建议采用扦插繁殖的方法。具体的做法就是先选择健康的迷迭香植株，从中剪取10至15厘米长的嫩枝，确保枝条上有至少2-3对叶子，然后去除枝条底部的叶片，保留顶部的叶子。可以在切口处涂抹生根粉以促进生根，将处理好的枝条插入含有沙子或珍珠岩的排水良好的土壤中，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。然后再将插条放在明亮的地方，避免直射阳光。保持温度在20至25摄氏度，大约4至6周后，枝条应该开始生根。当根系发育良好时，可以将新植株移植到更大的花盆或花园中。3. 薄荷 Mint。 薄荷这种清新宜人的植物，不仅以其独特的香气和口感深受人们喜爱，更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了对螨虫的强大抑制作用。薄荷中的某些化学成分，如薄荷醇和薄荷酮，对螨虫具有天然的驱赶和杀灭效果。
这些成分能够破坏螨虫的生存环境，抑制其生长和繁殖，从而达到除螨的目的。将薄荷应用于除螨产品中，无疑是一种既天然又高效的选择。比如，含有薄荷提取物的除螨包或香囊，可以长时间散发清新的薄荷香气，不仅让家居环境更加宜人，还能在无形中保护我们免受螨虫的侵扰。此外，薄荷还具有镇静肌肤、缓解过敏等功效，对于因螨虫引起的皮肤问题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因此，使用含有薄荷成分的除螨产品，不仅可以解决螨虫问题，还能为肌肤带来额外的呵护。总之，薄荷作为螨虫的天敌，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，正逐渐成为现代家庭除螨的新宠。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份来自自然的恩赐，享受更加健康、舒适的生活吧。4. 薰衣草 Lavender。 薰衣草以其清新的香气和独特的功效广受喜爱，它不仅美化环境，还具有天然的驱虫特性。薰衣草驱除螨虫的原理主要依赖于其精油中的天然成分，这些成分包括香豆素和芳香烃等，能够有效地驱赶螨虫。这些精油成分释放出的气味对螨虫具有强烈的排斥作用，从而减少了螨虫的数量。除此之外，薰衣草还可以通过调节环境湿度来降低螨虫的滋生条件，因为螨虫通常喜欢潮湿的环境，而薰衣草能够帮助保持干燥的环境。然而，在日常养护薰衣草时，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需要特别注意。首先，薰衣草需要充足的阳光来促进其生长，因此确保其接受到足够的光照非常重要。如果光照不足，薰衣草可能会出现生长缓慢或植株萎缩的问题。其次，薰衣草对土壤的排水性要求较高，过多的水分会导致根部腐烂，从而影响植株健康。因此，建议选择排水良好的土壤，并避免频繁浇水，以保持土壤适度干燥。此外，薰衣草适合在温暖和干燥的环境中生长，寒冷或过于湿润的气候会对其生长产生不利影响，因此在寒冷季节或湿润环境中，需特别注意控制温度和湿度。在施肥方面，虽然适当的施肥有助于薰衣草的健康成长，但施肥过多或使用不适当的肥料也可能对植株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应根据薰衣草的具体需求，选择适宜的肥料，并按照推荐的施肥量进行施肥。最后，尽管薰衣草有一定的驱虫效果，但它自身也可能遭遇病虫害，比如蚜虫或真菌感染。定期检查植株健康，及时处理病虫害，是确保薰衣草正常生长的关键。5. 艾草 Mugwort。 艾草作为一种传统的草药植物，以其独特的香气和药用价值而闻名。它不仅在中医中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，还因其天然驱虫效果而被广泛使用。艾草驱除螨虫的原理主要依赖于其挥发油中的天然成分，这些成分能够有效地排斥螨虫，从而减少其数量。艾草的驱虫效果主要归功于其含有的挥发油。艾草精油中富含的成分如艾烯、香豆素等，能够产生强烈的气味，这种气味对螨虫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螨虫对艾草散发的气味非常敏感，因此会选择远离这些气味较浓的区域。此外，艾草还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，能够改善环境卫生，从而进一步减少螨虫的滋生。日常养护方面需要注意以下5点。1. 光照需求。艾草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，每天需要至少6小时的阳光。如果光照不足，艾草可能会出现生长缓慢或叶片变黄的问题。因此，确保艾草得到充足的阳光是关键。2. 土壤要求。艾草对土壤的排水性要求较高，水分过多可能导致根部腐烂，因此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土壤，并避免频繁浇水，以保持土壤适度干燥，从而促进艾草的健康生长。3. 温度控制。艾草适应温暖的环境，但对寒冷天气较为敏感。在寒冷季节，应采取保护措施，如覆盖保温材料，避免艾草受冻。4. 施肥管理。适当的施肥能够促进艾草的生长，但施肥过多或使用不适宜的肥料，可能会对植株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建议根据艾草的生长需求选择合适的肥料，并按照推荐量施用。
5、病虫害防治。尽管艾草具有一定的驱虫效果，但它自身也可能遭遇病虫害，例如蚜虫或霉菌感染。定期检查艾草的健康状况，并及时处理任何病虫害，是确保其正常生长和驱虫效果的关键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驱除螨虫的植物的总结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